朋友們，終於，咱們1年1度的重磅視頻來了。廢話少說，2025全球經濟概览。2025年，特朗普把關稅的旋風刮到了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可以說重塑了之前半個世紀構建起來的全球經濟格局。這麼多雜亂的頭條新聞，到底拼湊出來了怎樣新的貿易格局？美國、中國內部的經濟都面臨着什麼樣的困境？經濟動盪是怎麼催生出了德國、日本的政治動盪？誰又是全球經濟的最強發動機？今天呢，因為這一年發生的事實在是太多了，所以我打算分這麼幾個部分聊。首先，全球總覽。然後第一章，我想先把今年關於關稅的談判整體的穿一下，美國跟各國到底談出什麼結果呀？然後第二章就是針對主要的經濟體，美國、中國、日本、歐洲，咱們挨個聊一聊。然後呢，咱也橫向對比一下，看看今年全球的經濟發展的最好的是誰呀？最差的是誰？通脹最高的是誰？也順帶了解一下其他國家的情況。最後就是展望一下2026，你是不是也能感受到啊？咱們今天要聊的東西可以說非常的多。為了能夠覆蓋到方方面面，同時又不太冗長，我跟你說，我開始寫了4萬字的稿子，生生給它壓到了2萬字以下。我做了我該做的，你是不是也該？這一整年全球經濟的主題，我呢總結成了一首打油詩：美國出招，各國接；通脹收尾，政府借；AI 爆發，就業萎，新的格局很割裂。來，咱來看看哈。你看啊，特朗普衝進來，把全球經濟的水一通攪和，所以現在所有人都忙着在這個渾水當中去尋找新的方向，尋找新的朋友。根據 IMF 的估算，這一整年全球 GDP 的增速是3.2%，大家可能沒有概念哈，但從這個數字來說，就是寡淡正常。但放在現在全球貿易重構這個背景下來看，其實已經是相當不錯的成績了。為什麼呢？一方面，你看各國政府都在積極的周旋談判，降低和推遲關稅；同時呢，各國受到衝擊的企業，它會通過提前備貨、轉口貿易，盡量把經濟損失最小化。他們自己可能也會吞下來一部分利潤損失，來應對這個暫時性的變革。所以各國終端的消費者，他感受可能還沒有很強烈。這就是美國出招，各國接。至少2025年來看，各國基本是接住了。這個通脹收尾，政府借，其實說的就是各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通脹方面，各國除了日本基本都已經退潮，各國央行的利率也都正在緩慢的下降。同時呢，各個主要經濟體都面臨着經濟增速受限、保護主義抬頭等等，導致大家殊途同歸，紛紛擴大赤字、擴大借債、刺激花錢，這點上幾乎無一例外。總的來說，就是這個印錢花的時代已經結束，即將開啟的是全球政府借錢花的時代。下一個就是2025年不得不提的一個詞兒 AI。相關科技產業異軍突起，資本支出異常活躍，可以說是全球經濟少有的興奮點。你可別覺得 AI 就是短期炒作或者是媒體宣傳出來的一個風口。No， 咱一會兒分析美國經濟的時候，你就會有更深刻的體會。這回的 AI 呢，雖然推動了資本支出的爆發，但對就業市場其實沒有非常顯著的支持，甚至可以說 AI 給全球的就業市場澆了一盆冷水。這已經不是危言聳聽，它確實是在客觀發生的。尤其是美國，你看 AI 相關的行業，資本是不遺餘力的往裡砸錢，而就業人數卻不增反降。現在全球的貿易網絡形成了一個新的格局，以前大家追求的是哪便宜去哪造，而現在變成了哪安全去哪造，正在從原來基於規則、基於 WTO 主導的模式，轉向更加交易化、更政治化的模式，導致這個新的格局就是割裂。國家和國家之間割裂，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割裂，產業和產業之間割裂，窮人和富人之間割裂。首先，我們來開始第一章：全球關稅戰。我來幫大家梳理一下全球圍繞關稅談判這個整套邏輯。首先，特朗普他為什麼要發起關稅戰？這次呢被稱作是特朗普貿易戰 2.0 的版本。相比於上一任 1.0 的版本，最核心的不同就是從針對中國變成了無差別攻擊，普世關稅。你看，特朗普式關稅是吧？一語雙關。特朗普就說了，美國一直受到騙子的剝削和掠奪，大概意思就是說，美國人一直被人佔便宜了，我得替美國人糾正這個格局。具體的理由他大概提到過這麼幾個：逆轉貿易逆差，增加政府收入，製造業回流，國家安全，保護關鍵產業，然後就是跟各國討價還價。這幾個原因，哪個關稅管用，哪個不管用，咱們之前詳細分析過，我簡單總結一下。前兩個其實沒什麼用。貿易逆差的核心其實是美元持續流出，金融賬戶逆差導致的。你單純給別的國家收關稅，其實就是重組一下美國跟各國貿易的結構，但總體對貿易逆差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然後增加政府收入，這就更明顯了。美國的總進口是4.1萬億美元，你頂大天收的這個關稅也不會超過1萬億，實際上大家預測大概能多收3000億，這才佔美國政府收入的6%，但成本可以說是得罪了全世界。所以你要是單從政府收入的角度來看，關稅肯定又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你看這倆原因，說實在的，那就是象徵性的喊一喊。特朗普的智囊團肯定也知道這兩個點有點扯，但下面這3個關稅確實是有用的，尤其是最後一個討價還價。你看這一年特朗普可真是沒閒着，可以說跟各個國家地區挨個談了個遍。所以你看，他關稅戰的核心其實不是經濟，而是政治和產業戰略。好，
那美國是怎麼開始打這場關稅戰的呢？它基本是在3條戰線上同時開戰，一個是針對北美自貿區，主要就是對加拿大、墨西哥的威脅。2、3月份就開始了用25%的關稅威脅，並且連帶着什麼邊境、毒品問題一起綁定來談。第2條線就是針對特別行業的保護，最主要的就是對鋼鐵、鋁、汽車上調關稅，鋼鋁最後調到50%，汽車是25%，然後最後面積最大也是最狠的，就是这個所謂解放日關稅。4月2日，特朗普簽署了第14257號行政令，說從4月5號起，對幾乎所有國家的進口商品徵收10%的基準關稅，同時一口氣公布了針對各個國家地區的對等關稅，4月9日生效。這個所謂對等關稅的算法，我們之前也說過，沒什麼道理。總之定的關稅稅率呢，中國大陸34%，歐盟20%，日本24%，印度26%，越南46%，等等等等。特朗普就把這一天叫做 Liberation Day， 解放日，所以這些關稅政策都叫解放日關稅。This is Liberation Day。好家伙，这個解放日可把市場給嚇壞了，就感覺市場這個洪水猛獸也都解放了。你要知道，關稅戰之前，美國平均進口關稅的稅率大概是多少？2%到3%，那約等於就是沒有。市場一看，特朗普這是瘋了嗎？都漲到20幾、30幾、40幾，於是美股、美債紛紛開始暴跌，市場開始恐慌，紛紛湧向黃金、日元等等的避險資產。這一下搞得美國政府就坐不住了，趕緊出來說，哎，不好意思哈，這個對等關稅暫停90天，我給你們時間考慮考慮，趕緊找我談判。我估計哈，特朗普公布這個對等關稅的時候，他肯定也想到了各國反應會比較激烈，但他沒想到的是市場的反應也如此的激烈。你股市跌一跌也能忍，但你美國國債怎麼能跌成這個樣子？關稅打打鬧鬧是一回事兒，美債出事兒那就是大事兒了。所以你看，真正拿捏住特朗普的還是資本市場。好，那各國是怎麼接招的呢？咱先看中國。中國的反應可以說是各國裡最強烈的，也是最強硬的。最開始就是強烈反擊，兩邊越加越高，口頭上都超過了100%。後來5月份在日內瓦，雙方冷靜下來，然後一直拉扯談判，直到10月份的釜山會晤，算是達成了一個階段性的貿易協定。簡單來說，就是雙方各讓一步，關稅的衝突暫時緩和。美國這邊暫停24%額外的對等關稅1年，芬太尼關稅從20%降到10%，然後暫停實體清單的限制等等。中國這邊呢也是降關稅，然後暫停稀土的限制，承諾買美國的大豆，承諾遏制芬太尼相關的產物流入到美國。當然了，大家也都清楚，這其實只算是雙方一個戰術性的休戰。它肯定不是一個長期的可持續的貿易協定，雙方還是會繼續的拉扯談判。而且你看了這個協定，可不是說美國針對中國就只收這10%的基礎關稅了。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稅是非常複雜的，有 Section 301關稅、Section 232、201等等，反正針對不同的領域、不同的產品都還有懲罰性的關稅。總體來說，實際的關稅稅率是怎麼樣的呢？你看2018年之前，美國對中國的平均稅率都還不到5%，貿易戰1.0上升到了大概20%，25年一度抬到了57%，後來回落到47%。而據估算，收上來的有效關稅大概是32%左右，而中國對美國呢，也從24年大概20%提高到了大概32%。哎，注意哈，這只是個平均的估算，它不是最後準確的數字。然後我們來看看歐盟。歐盟呢，本來跟美國貿易關係挺好的，雙方幾乎就沒什麼關稅。這下沒想到特朗普居然要收20%的關稅，所以歐盟一開始態度也非常強硬，說我要對950億歐元的美國工業品和農產品加徵反制關稅。所以兩邊就開始談，最後基本定下來的方案就是15%的基本關稅。鋼鐵還是按50%，這沒得商量。但是汽車，注意哈，汽車按15%，不是按美國統一針對汽車的25%。同時，歐盟這邊還承諾了，說3年內從美國購買價值7500億美元的能源，還要向美國投資6000億美元。同時，美國對歐盟出口的汽車給你們零關稅，你看讓步也是不小。其實我跟你說，這個歐盟吧，它內部關於談關稅這兒一點也不團結。你看德國，因為大量的汽車出口到美國，所以他最害怕的就是汽車的關稅。美國本來給汽車單獨定25%，德國就怕這個。他基本的思路呢，就是說只要汽車你別給我加那麼高的關稅，其他什麼15%什麼都好說。法國這邊他就不關心什麼汽車了，他關心的是農產品、數字稅。反正就是說我們不能這麼快讓步呀，我們不能為了德國的汽車讓步了所有歐洲兄弟們的利益呀。然後東歐的国家就覺得說，哎，還是安全最重要，对吧？咱也別把美國人惹得太不高興了，關税什麼的都好說，咱們都退一步說話。大哥們，你們覺得呢？然後其他國家也是什麼立場都有，但最終呢，主要還是德國和法國之間的较劲。所以這15%的結果摊出來之後，法國人明顯是不高興。法國總理當天就說了，這項協議對歐盟來說就是黑暗的一天。德國那邊就很不一樣了，默茨就說，我們成功避免了跨大西洋貿易關係不必要的升級，我們不能指望更多了。然後市場呢，其實也是很實誠的，談判結果一出來，歐股紛紛上漲，甚至還創出了歷史新高。意思就是說，哎，雖然你們是被欺負了，但我本來以為你們會被欺負得更厲害呢，你們已經很棒了，給你點讚。這塊我稍微補充一點哈，雖說美國對歐盟大數字關稅是15%，但他們之前有大量已經談好的貿易協定，所以實際估算下來，這個有效關稅目前還不到10%。
英國作為美國的好哥們兒，是答應的最痛快的，快速就達成了協定，享受10%的關稅。你看看10%都可以叫享受了，同時有最多10万辆配额的汽车也可以享受10%的关稅，而不是25%。鋼鐵和鋁也享受優惠待遇，真的是很享受了。其實這也是為什麼特朗普要關稅同時掃射所有人的一個關鍵原因。理論上呢，你要是逐個擊破、逐個談判，應該是更輕鬆一點。但我要同時掃射呢，就免得你覺得我好像針對你。你看英国雖然被征了那麼多關稅，但別的國家都比它高得多，所以他還嘿嘿嘿還在這享受呢。你看澳大利亞也類似，本來它出口到美國很多的鋁、鐵礦都要面臨很高的保護性關稅，但在它一通的抗議之下，把這些礦產的關稅也降到了10%左右，所以它也基本比較滿意的接受了。我們再來看日韓。最開始呢，日本是24%，韓國是25%，然後他倆的應對策略也比較類似，就是投資換降稅。你想，美國可是日韓出口的大客户，他們的汽車、電子產品主要的市场就是美国，所以他俩也是比較快的就让步認慫了，甚至都沒有口頭上反擊那一步。日本就說了，我承諾投資美国5500億美元，投資你的制造業、航天、能源等等，而且還承諾增加进口你的農產品，承諾加快美國車進入日本市场的步伐。韓國也類似，承諾投資3500億美元。同時呢，像豐田、現代、三星等等的日韓巨頭，在2025年都加速在美國本土建廠的進度。而作為回報，美國把他倆的關稅降到多少呢？最後也是15%，也包括汽车。然後是印度，跟美国關稅的谈判，除了中国啊，印度就算是比較横的一个。他最開始對等關稅是26%，然後也沒做出什麼讓步，也不願意降低市場准入的限制，也不願意開放農產品市場，關稅從26%只降到了25%。但之後呢，特朗普又因為印度之前購買了俄羅斯的能源，要對他進行2級制裁，給他又額外加了25%的懲罰性關稅，所以印度的關稅變成了50%。現在呢，雙方還在談，還在拉扯，市場普遍認為這50%應該不是一個長期性的關稅，印度很有可能會做出讓步。總體來說，印度的態度還是比較強硬的。這個原因呢，其實也很好理解，就是印度的市場它其實沒有那麼需要美國，它一直以來呢都是一個相對比較封閉的市場，最近幾年又發展的比較快，能承受住這種短期的衝擊，所以它腰板就挺得比較直。總的來看呢，美國跟各國的關稅格局基本確定下來了，大概什麼樣呢？對於鐵哥們或者美國貿易順差的國家，就10%，典型的就是英國、澳大利亞。然後呢，就是所謂的朋友，就是說貿易談判上你做出讓步的，大概就是15%到20%。比如說像歐盟、日本、韓國。然後對他要打壓的國家，或者是貿易逆差特別嚴重的國家，那就是25%起。然後有什麼懲罰性的關稅都會再往上累加。而對於美國的鄰居加拿大、墨西哥，哎，這個有點特殊。雖然特朗普一度威脅得很厲害，但目前呢，大部分商品超過80%都還符合美加墨協定，實際總體平均關稅據估算只有不到5%。整體美國的平均關稅據摩根大通估算是17%，之後隨着談判的深入，還有可能會進一步下降。你看特朗普他整體談判的邏輯其實就是在利用關稅去跟各國討價還價，他沒有一個明確的什麼總體的目標，靈活度非常高。你要是對我有關稅保護，我就得讓你放開。有錢的呢，比如說歐盟、日韓、瑞士，你就來投資我；有政治需求的，比如說巴西、加拿大，我就跟你談政治。依賴我的，我就多問你要一點；沒有那麼依賴我的，我就少要一點，以此來重新平衡美國跟所有國家的關係。短期來看，除了中國跟印度，其他大部分國家基本上就是口頭上不滿，指責你單邊主義，但實際上呢，私下裡去談判也做出了實質性的讓步。咱來看看這麼一圈談下來對美國的代價和收益。收益這邊呢，預計最終會給美國政府每年增加3000億的關稅收入，同時也拉來了至少1.5萬億美元的承諾投資，然後可能還有一些公開報道裡沒有的私下協議，並且保護了部分美國的製造業和傳統行業。而代價呢，直接一點的就是它很有可能會給美國帶來通貨膨脹的問題，而關鍵呢是更長期、更底層的、可能看不見的成本，比如說美國可能半個世紀建立起來的信任被嚴重消耗。你看美元的下跌就是一個非常明確的市場信號。不過這個吧，說實在的，沒準能解決美國貿易逆差的問題，嘿嘿。同時，各國呢雖然短期它疲於讓步，但緩過勁兒來，很可能會建立起自己新的雙邊合作和新的聯盟。有人可能會問了，不是有 WTO 嗎？這個世貿組織怎麼不來管一管？哎，他確實想管，但一般美國會有2招來應對。第一招就是國家安全這個萬能牌，如果要是碰上那種頭鐵的 WTO 專家組，說你濫用國家安全的理由，美國它還有第2招，就是它可以提起上訴，然後就會進入到 WTO 的上訴流程。但是呢，從2019年開始，美國就拒絕通過任何新的 WTO 的法官任命，就導致什麼呢？現在這個上訴機構裡頭一個法官都沒有，所以現在這些爭端就可以無限期的擱置下去。WTO 現在基本上就進入到了一個腦死亡的狀態，它能做的就是譴責、呼籲和警告，反正就是這麼一個完全被架空的狀態。好，接下來我們進入第2章，主要經濟體2025年的整體表現。
首先就是美国。美国这一整年的经济，一个词儿总結就是 OK。什么叫 OK 呢？就是这个实体经济的表现没有什么亮眼，但也没什么 bug。即使关税戰如火如荼，即使資本市場波動這麼巨大，美國實體經濟都還 OK。IMF 估算，美國2025年 GDP 增速2.0%，通膨脹率2.7%，失業率4.2%。不常看經濟數據的朋友可能對這些數也沒什麼概念。簡單來說呢，它放在美國整體經濟裡邊就是無聊 boring， 不高不低，沒啥。但實際上這個沒啥 OK 對目前的美國來說已經是一個非常不錯的結果。你要是看前2年我們的經濟總結，美國經濟是面臨着不小的風險，除了關稅還有通脹、失業、商業地產，尤其是在美聯儲利率這麼高的情況下，沒出什麼大問題，這就已經很 OK 了。摩根士丹利說美國經濟正在實現軟着陸。這是個總覽，下面我們具體來說說美國經濟2025年的一些關鍵點。首先是美元下跌。關稅別看炒得熱鬧，但對經濟的影響短期有限。影響明顯的是什麼呢？就是資本市場對美元、美債的影響。這個之前我們專門出過一期視頻聊過。25年上半年，美元經歷了半個世紀以來的最差開盤，下半年算是基本穩住了。中間經歷過一個階段，就美國國債也在跌，美元也在跌，它倆之間正常來說應該是負相關的。這種相關性的瓦解，其實主要就是市場對美元信任度的下降。瑞銀認為，接下來的2026年，如果就業數據疲軟，或者下一任美聯儲主席非常的鴿派，就可能會引發新一輪的美元拋售。然後就是美國政府的債務擴張。2025年預計美國政府掙5.2萬億美元，花7.0萬億美元，赤字1.8萬億美元。現在美國政府的債務超過了38萬億美元，大概是 GDP 的125%。10月1號開始，美國政府又關門了，歷史上第11次，持續了有史以來最長的43天。其實吧，美國政府赤字嚴重是一個非常長期的問題，政府停擺現在都已經見怪不怪了，屬於那種重要但不緊急的問題。我們去年盤點的時候其實也說到這個問題，但在2025年這個問題一下就變得緊急的很多。一方面呢，是市場對美國政府產生了信任擔憂，開始拋售美債，導致美國政府的借債成本升高。而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就是大而美法案的通過。這個法案對於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我個人認為是遠高於關稅的。它基本上是重新規定了美國政府的開支預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個美國政府的花錢法案。具體來說就非常複雜了，有1000多頁，比如說給企業減稅、削減醫療補助、學生貸款、增加國防開支等等。總之，預示着美國政府在未來幾年會花更多的錢刺激經濟，債務水平會進一步增加，預計會給美國政府的債務至少增加額外3萬億美元。其實這個法案的通過呢是非常有爭議性的，參議院51票贊成，50票反對，民主黨全都反對。但不管怎麼說，它通過了就是通過了。現在兩黨其實已經達成的一個潛在共識是什麼呢？要支撐美國經濟的短期發展，政府就得花錢；要支撐政府花錢，就得支撐國債；要支撐國債，靠誰？哎，沒錯，就是美聯儲，就需要美聯儲要麼降息，要麼直接印錢買國債，量化寬鬆買國債，去支撐政府的債務，來維持這套體系的運轉。可是現在對美國政府來說，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美聯儲吧，它不怎麼聽話。畢竟美聯儲的目標是維持物價和就業的穩定，我也沒有義務去幫你政府維持利率。才有了2025年的一場大戲，就是特朗普跟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之間的互噴。特朗普就用各種語言刺激，說鮑威爾你是太晚先生，威脅要開除他等等，就是希望美聯儲早點降息，多降點息。後來呢，看鮑威爾不太好搞，就去處理美聯儲董事會的其他成員，還把他自己的心腹米蘭塞到了美聯儲的董事會裡。這一系列動作，我們之前也詳細聊過。這個鮑威爾為什麼不急於降息？我們今天就不細分析了哈，確實沒那麼多時間。大致的原因就是他擔心關稅對物價的影響，以及失業率上升的確實比較快，所以你會看到美聯儲的降息相對於加拿大、歐洲總是會慢半拍。美國經濟的另一個主題就是 AI。AI 吧，前2年也火，但是我看了這麼多研報之後，就發現2025年這個 AI 真的是不一樣了。AI 對於美國經濟的重要性，已經不再單純是一個行業，而是到了可以決定美國經濟走向這麼個程度。美國經濟現在處在一個可以說非常狹窄的增長軌道上，在 all in 壓住 AI。你看這些報告裡邊經常會出現一個詞兒叫 CapEx，Capital Expenditure， 資本支出。資本支出是什麼呀？主要就是數據中心。你看美國的科技大廠都在瘋狂的砸錢去建那種超大規模的 AI 數據中心，集成幾十萬上百萬塊 AI 芯片。你看2025年單就這4家公司 AI 相關的資本支出就超出了驚人的3000億美元，這已經是美國一整年關稅收入的150%了。這些公司不光是自己砸錢投錢，也在瘋狂的吸引海外資金。比如說甲骨文9月份一次性就發行了180億美元的債券，最長的有40年，這是科技公司有史以來發行的單筆最大的投資級債券。你可見市場對這個 AI 的胃口有多大？要不然英偉達怎麼成了市值最高的公司？甲骨文的老大怎麼能短暫的成了世界首富呢？你就看這幾大巨頭，6家公司總市值將近20萬億美元，佔了整個美股市值的近1/3。當然他們也不都是 AI 公司了，你比如說蘋果 AI 相關的估值就不高。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你說蘋果為什麼
最近勢頭大減啊。結果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它跟 AI 相關的进度有點跟不上。现在的美股可以说已經完全聚焦在 AI 上，聚焦在那几個頭部的 AI 公司上。美國政府也配合給 AI 相關的業務減稅、放寬監管，特朗普牽頭拉投資等等。這個 AI 相關的投資熱潮，其實不光是支撐了美國的股市和家庭財富，也掩蓋了美國經濟其他部分的周期性疲軟。你看，這就是為什麼我說美國經濟已經基本把本兒全壓在 AI 上。好，我們進一步分析哈，這個 AI 未來到底能不能實現那麼大估值，有沒有那麼大未來，這咱不好說。但至少從金融和資本市場的邏輯來看，有一個非常關鍵的邏輯鏈。你看，美國的經濟押注在 AI， 而這些 AI 巨頭想要持續穩定的擴張、擴大投資，必要條件就是他們的股價不能崩。所以美國經濟的發展一部分就押注在這些科技公司的股價不能崩。這個邏輯鏈條肯定沒有那麼絕對哈，但我認為它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以前說銀行大而不能倒，現在這些 AI 公司、科技公司就是更大、更不能倒。倒不是說它不能跌，但是它不能暴跌，不能影響到 AI 相關的投資、相關的資本支出。所以美國政府它有非常強的激勵，去想辦法支撐股市，支撐這些 AI 相關的股票。說實話啊，科技股神仙打架，散戶單槍匹馬很容易成炮灰，大家可千萬不能盲目冲。哎，現在倒是有一些工具可以幫忙，用魔法打敗魔法，用 AI 問問 AI。比如說我感興趣英偉達，比如说哈，我就可以問他英偉達行情如何，需要關注什麼催化因素，哎，他就自己開始分析了。這個就是木木的 AI 助手，它就像個專屬的金融分析師，可以快速的分析企業的基本面、持倉，一些熱點看不明白，它也可以幫忙解讀。不用金融基礎 ，AI 就可以幫你做功課。熱門的概念股波動大，木木可以5乘24小時美股交易，盤前盤後隨時抓機會，還有止盈止損等高級條件訂單功能，不用熬夜盯盤，也可以自動鎖利潤、管風險。木木是納斯達克上市公司富途旗下海外平台，持有全球多個主流市場金融牌照，一個賬戶就能投資美股、港股、新股、加股、澳股、馬股、日股、A 股通、基金、債券、期權、期貨、外匯、數字貨幣，多市場、多品類，不用好幾個平台切換，資金效率高，關鍵費率還便宜。很多地區交易美股甚至都是零佣金。作為咱們的老朋友，年底木木也給大家準備了新年好禮，開戶就送 AI 熱門大禮包，入金5000美元，直接送一股 AI 王者英偉達，還有現金收益計劃。比如在美國，閒錢不交易也能有8.1%的年化利息。各地獎勵以鏈接為準，大家可以參考置頂評論了解更多。好，我們接着說回來哈。你看啊，对美國政府來說，國債很重要，不能跌，不然利率太高；股市很重要，不能跌，因為它要支撐 AI 投資。就整個資本市場都不能跌，那怎麼辦？靠誰呀？你看看，再一次表示了美聯儲之於美國政府的重要性。這點兩黨是站在同一戰線上。當然了，美國政府希望美聯儲怎麼做，和美國經濟需要美聯儲怎麼做，這倆是不一樣的。你看，美聯儲作為美國資本市場的定海神針，它的獨立性是全球對美元信任的基石，它不能亂來，也不敢亂來。所以我們也講過，美聯儲跟美國政府，它倆是處在一個動態、長期博弈的關係。好，我們順着 AI 資本支出，就延伸到美國經濟下一個非常關鍵的現象，就是貧富差距增大。我看很多經濟分析管貧富差距增大叫做 K 型經濟，就像 K 什麼一上一下，怎麼樣？學到了吧？以後哈，咱要想顯得專業，也得整點這種叫法，有 K 型經濟，還有什麼 L 型、U 型、V 型、W 型，咱還可以衍生自創啊。比如說，我們可以形容這個國家現在正在經歷兩型經濟，就是說它經濟非常混亂，是吧？多形象。開個玩笑啊，咱說回來，就說美國現在正在經歷 K 型經濟。對於富裕家庭來說，股市大漲，持續積累財富，同時呢也支撐了美國的高消費。但這畢竟是少數人。關鍵是，雖然這些科技公司瘋狂的在花錢，但它需要的人是在減少。25年，科技公司總共已經裁員超過10萬人了，這還是科技公司。你要跟 AI 不沾邊的公司，就業其實更萎靡。所以雖然美國整體經濟數據還不錯，資本市場火熱，但大多數的中低收入人群其實承受了更高的通貨膨脹和更高的失業率，儲蓄率也在持續下降，債務的拖欠率在上升。這個現象25年還沒那麼明顯，但很有可能在接下來的幾年，隨着 AI 市場的持續進化而變得越來越明顯。好，那接下來的2026年呢，一方面是美國政府的中期選舉年，同時呢，關稅帶來的影響又會逐漸顯現，所以各大投行都預測美國政府會增大支出，美聯儲還會降息到3.25%左右，財政貨幣雙寬鬆，對經濟增速的預期就不會太差。但關稅可能是個拖累點 ，IMF 預測關稅對美國2026年 GDP 增速會拖累0.8個百分點，同時可能會引發通貨膨脹的反彈，總體預計 GDP 增速2.1%。我看其他投行預測其實也差不多，大概都在1.5%到2.2%之間。而市場關注的焦點其實從25年底就已經從政策這邊轉向 AI 了，這很有可能是美國經濟26年最大的變數。風險呢有4個，我按照我覺得可能會發生的概率來排序一下。首先是政治風險，各種政治摩擦帶來的經濟衝擊和資本市場衝擊。2就是通貨膨脹風險，你想雙寬鬆的環境，疊加上關稅可能帶來的成本上升，就有可能導致通脹的2次起飞。3是 AI 敘事的崩塌，4是失業率異常的上升。大概就是這些。好，下面就是中国。
中国經濟的表現，我們9月份的時候做過一個總結，到現在呢，整體的敘事變化不大。我看挺多人其實都看過的，所以我們就簡單總結一下框架。整體的表現就是基本平穩，好於預期。這裡的預期呢，是指市場之前的普遍預期，其實就是特朗普2次當選之後，市場預期這個關稅政策可能會對中國的經濟造成比較大的衝擊。但實際結果出來之後呢，至少從前3個季度來看還可以，出口甚至是中國經濟裡表現非常亮眼的部分。總體預測25年 GDP 增速5.0%，符合目標。但挑戰呢，其實也很明顯。我們先來說這個房间裡的大象，就是房地產。現在從政策到民眾，其實都已經接受它持續收縮這麼個局面，短期暴雷的風險基本已經被消除，但是收縮還在持續。2025年房地產投資預計下跌15%，銷售額下跌11.2%，總體房地產市場會拖累 GDP 大概2到3個百分點左右。在現在後房地產時代呢，中國經濟還有2個挑戰，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內需不足。包括消費需求和企業投資需求，這也是經濟周期在低位震盪時候常見的狀態。整體經濟機器沒運轉起來的時候，消費者不敢大量花錢，更不敢貸款花錢，企業也不敢提前投資，背後底層的原因還是信心。而生產增速大於消費增速，也帶來了持續通縮的風險。內需不足呢，就伴隨着物價的壓力。雖然核心通脹在年底的時候回升到超過1%，但 PPI 還是一直在負的2%以下潛水。是不是通貨緊縮？這咱不敢亂說，但是物價的壓力還是不小。這是第一點內需。第二個呢，就是關稅帶來的衝擊，這個就很顯而易見了。所以你會看到中國的很多政策都是圍繞解決這2個核心問題展開的。針對內需，中國打出的第一張牌就是反內卷。這可以說是2025年中国經濟的一大政策主題了。你看24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明確說了，要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然後之後發改委、工信部、財政部就拉着各種行業協會出了很多的文件和公約。那為什麼要反內卷呢？當然長期肯定是高質量發展，要創新，這沒錯。但短期它其實也是有非常明確的目標的。這裡頭一個是物價，一個是債務。物價可以說是最直接的目的。你看当需求收縮的時候，企業為了活下去就拼命的增加產能，降價銷售，大家誰也不掙錢，就搁那瘋狂的生產，看誰先把誰給熬死。这就是典型的內卷，也很容易让经濟陷入通貨緊縮的漩渦。那不行，得反內卷。你看，幾乎所有的反內卷文件裡頭都提出來說，不能低價傾銷，不能低於成本價，甚至這個反內卷都被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的修正草案。所以你看，控制物價其實是一個很現實也很緊迫的目標。還有另一個大家表面上感受可能不太強烈的，就是債務。你想企業內卷嘛，大多是虧錢燒錢的，就在比誰活得長活得久，那自然就得大量的借債給自己輸血。很多行業裡頭那種大企業，要麼通過找銀行，要麼通過股權质押的方式去借錢，這個債務水平已經相當可觀了，現金流一吃緊，就普遍出現了拖欠賬款的情況，整個供應鏈裡頭的資金鏈都跟着吃緊。這兒我就不能說太細了哈，总之就是那不行，得反內卷。你看，一個物價，一個債務，其實都是反內卷非常直接的短期目標。當然了，反內卷肯定會帶來陣痛，最明顯的就是限制了企業的投融資。你看，國內的固定資產投資25年下半年開始下滑，所以政府得增加財政刺激來抵消。好，剛才是政策的第一張手牌，而第二張手牌就是刺激消費。25年总共發行了1.3萬億的超長期特別國債，這裡邊有3000億是明確用在以舊換新和耐用品的補貼，後來的刺激重點轉向了服務類，比如吃飯、按摩、看演唱會等等。对消費的刺激，目前來看呢，效果其實不是很明顯。大家的消費，尤其是貸款消費意願並沒有很強烈。你就看社零的數據，下半年是一路下滑的。所以政府更多的還是通過降息和財政刺激來維持經濟的增長。結構性的問題還在慢慢的修復當中。好，當然這是內需。那針對外需呢，一方面就是談判。另一個就是轉移。談判這個非常好理解，大家新聞裡整天聽，我們剛才也說到了。那什麼叫轉移呢？就是說把原來出口到美國的貨轉移到別的地方去，有可能是轉口貿易，比如說先賣到墨西哥、東南亞，再賣到美國。也有一些呢是直接轉移到了新的市場。這也是為什麼出口反倒成了25年中國經濟的一個亮點。前11個月，中國的出口增長了6.2%，對歐盟、東盟都有大幅的增長。美國當然是嚴重下降，但是呢，因為出口的增長，進口的低迷，中國的貿易順差有史以來第一次突破了1萬億美元。接下來的2026年呢，中國的經濟可能會面臨這麼幾個挑戰，一個是出口這邊很難再複製2025年的強勁表現了，美國現在也正在拉着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貿易進行限制。消費這邊呢，其實可能會有之前以舊換新的一個所謂的償還效應，就是大家該買的都買了，該換的都換了，所以消費的需求可能會下滑。而在企業投資方面，很可能會受到反內卷政策的牽制。不出意外的話，2026年對於中國政府也是一個花錢年，大概率大方向上會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雙刺激，有可能會發更多的特別國債來刺激消費，推動新質生產力，更多的中央債、地方專項債去推動投資。政府呢就希望可以重新加速市场的信心，讓經濟的齒輪再次高速的轉動起來。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日本。
日本2025年据估算 GDP 增速是1.1%，相对于之前的增长水平来说还可以，消費、就業也都還可以。本來呢，日本應該受到關稅很大的打擊，但因為各國提前備貨，所以反倒日本的出口表現還不錯。具體數字我就不說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其實在2025年出現了一個問題，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一個他之前可能都不覺得是問題的問題，就是通貨膨脹。20多年好不容易從通貨緊縮的冰窖裡爬出來了，結果一不小心咔嚓掉到通貨膨脹的火海裡了。這個問題表面數字上看還沒有很嚴重，但實際上已經導致日本內部的政策政治開始非常的割裂。咱來看看。書接上回，前2年我們總結日本的經濟都在看它的央行政策，說要回歸正常化。什麼叫回歸正常化？就是不再是負利率、無限印錢、買國債、瘋狂買股票的政策。背後的經濟支撐呢，就是日本在疫情的助攻下看到了久違的通貨膨脹。而日本央行它要加息，看的不光是通貨膨脹，還有工資的上漲速度，也就是每年日本的春鬥。結果啊，不鬥不知道，一鬥嚇一跳，連續2年這個工資談判的上漲幅度都超過了5%，於是央行就逐漸開始把利率推離0。但是問題是什麼呢？就是日本的通貨膨脹可能對整體經濟的加速是好事兒，但民眾的體感就非常不好了。這幾十年日本人早就習慣了不變的物價，怎麼突然什麼東西都變貴了？而且很多人會覺得實際的工資它也沒漲啊，工資這塊可能很多上漲的人就不吱聲了，但沒上漲或者上漲不足的那也是很大一部分人，而且很多是中低收入人群，那就非常不滿了。大家也不管是輸入型通貨膨脹還是輸錢型通貨膨脹，儘管這個通貨膨脹推高了日本的消費，推高了日本政府的稅收，但民眾的體感很糟糕，所以就傳導到對執政黨的不滿，最終導致政治洗牌，日本前首相石破茂辭職。當然，石破茂辭職的原因很多了，直接原因就是自民黨在24年眾議院選舉和25年參議院選舉的連續失利，甚至可以說是慘敗，黨內產生分裂，還陷入黑金醜聞。但再深究一步，底層上還是經濟這個基本盤空了，各種反對的聲音就出來了。石破茂9月份宣布辭職，緊接着日本自民黨和公明黨的執政聯盟瓦解了，標誌着長期這個自公體制的終結，可以說引發了日本政壇的地震。而新上任來的首相是誰呢？想必大家都已經很熟悉了。高市早苗新官上任3把火，一系列的這個政策和言語，直接讓日元跌慘了。咱來看看這個新內閣的經濟政策。其實在他上台之前呢，日本的經濟政策一直是有一點去安倍化。再往前，疫情之前，日本一直走的是安倍經濟學那套，就是非常激進的貨幣寬鬆、財政刺激、印錢借債。這2年通脹一起來，日本的債務水平又那麼高，石破茂其實是嘗試以穩物價、穩財政優先，想要適當的收緊。結果呢，通脹給民眾帶來的體感很差，有很多的怨氣不滿，所以高市早苗就推出了他的早苗經濟學。哎，這名不是我起的，官方人就這麼叫，英文叫 Sananomics。它其實呢有點回到了安倍經濟學的老路上，加了一些適當的修改，現在還沒有完全成體系。但總體來說呢，我總結有這麼3大點，也可以說是早苗自己的3支箭：財政刺激、貨幣聯動和戰略投資。這裡邊最重要的就是第一點，財政刺激。日本民眾們，你們不是覺得經濟不夠好嗎？哎，別擔心，我花錢，我來刺激。什麼？日本政府債務水平已經很高了，那個好說，以後慢慢解決。什麼？日本的通脹起來了啊？沒有關係，不着急。現在的首要問題是你們大家眼下的生活呀，我努力借債花錢。幫大家，所以他一上來就落實了這條，推出了一個21.3萬億日元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也是新冠以來日本最大規模的額外支出。那什麼叫貨幣聯動呢？就是貨幣政策，日本央行你得聯動政府的財政政策呀。我這兒費半天勁借錢在那刺激，你怎麼一個勁兒搁那加息呀？你得配合我呀。說白了就是現在這個時間點，日本央行別那麼快加息。你看日本經濟現在面臨着極大的通貨膨脹風險，民眾最不滿的也是這一點，他又不懂什麼貨幣經濟學，大部分人就會樸素的認為我生活不好了，政府你得幫幫我呀。那個央行怎麼還加息？你這不是緊縮嗎？你是哪頭的？所以高市早苗才推出了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也給央行施壓推遲加息。咱們觀眾肯定知道，刺激政策會進一步助推通貨膨脹。當然，日本政府它也會盡量去找一些補貼性的、控制物價的方式去刺激，但歸根結底還是在給經濟加熱。所以你看，25年下半年，因為市場它擔心日本政府的債務問題，長期利率一路上行。按理說日元應該是漲的，但是它持續下跌。啊？你在說什麼？就是長期國債也跌，外匯也跌，為什麼呀？就是擔心日本政壇的穩定性，擔心它會加速日本的通脹，同時因為他那些著名的言論，又擔心日本的地緣政治風險，導致日元跌破了關鍵的150關口，直奔160去了。這就讓日本的央行進退兩難了呀。我們剛才說，美聯儲最怕陷入到兩難的境地，哎，日本這邊已經陷入了。其實從基本面來看，物價持續加熱，政府又要大力花錢，同時日元還在猛猛的跌。從哪個角度來看，日本央行都應該加息。但高市早苗說了，你得配合我們呀。所以你看，直天河南這日子可比鮑威爾難多了。之前一直追求貨幣政策正常化，剛開了個頭就出現阻力了。當然，迫於市場壓力，日本央行還是在12月加息了，但之後的節奏呢，就說不準了。
好，掃描經濟學還有第3支箭，戰略投資，這個就比較直觀了。簡單來說，就是日本政府要加強對關鍵領域的投資和保護，比如說 AI、半導體、國防、能源等等。這點呢，全世界各國都差不多。現在日本在主要经濟體里屬於政策方向最危險，雖然目前的經濟指標都還說得過去，在財政刺激下，接下來的經濟增長市場倒是不擔心，但是通貨膨脹、日元、日本的長期國債、地緣政治，這哪個風險都不小。IMF 預測受到全球貿易保護和加息的拖累，日本26年的 GDP 增速會下滑到0.6%，主要增長點可能會在國內的消費。接下來咱們來看看歐洲。歐洲我主要說就是歐元区，根據 IMF 估算，2025年 GDP 增速1.2%，通貨膨脹率2.1%，沒衰退也談不上復甦，就是一個低增長、通貨膨脹回落的一年。感覺歐洲這幾年一直都是這個感覺，是吧？具體來說，就是西班牙相對比較好，很多也是受了旅遊業的支撐。法國、意大利就比較一般，德國最惨淡。德國我感覺是2025年受到關稅衝擊最大的國家。細心的朋友就會發現，咱們剛才說的哈，關稅戰打響之後，各國開始囤貨。你看日本25年出口就不錯，那怎麼德國就不行了？哎，好問題，很細心。你覺得是為什麼呢？是因為大家不喜歡德國車了嗎？其實最直接的一個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匯率。你看贸易戰之後，日元和歐元走出了截然相反的道路，也影響了两邊的出口。日元為什麼跌？我們說了，那歐元為什麼漲呢？哎，我們一會兒再說。我們先看回德國。我們也是書接上回，德國之前受到能源危機的衝擊實在是太大，導致這個歐洲經濟發動機連續2年 GDP 增速都是負的。2025年是將恢復到了正增長。他前2年呢也是吃了財政政策限制太死的虧。我們知道德國人比較講規矩，對政府也一樣。他之前給自己設置了一個所謂債務剎車的限制，對政府的債務和赤字限制非常嚴格。歐洲能源危機都這麼嚴重了，他政府還是非常嚴格的遵守這個限制。本來24年的時候，政府想增加600億歐元用在氣候基金，但法院就裁定了，說這個違憲，花錢太多了，不行。所以你要是看國債比 GDP 的話，意大利都超過130%。法國超110%，但德國才60%出頭。這個債務少，長期來看肯定不是個壞事兒，但短期這個財政限制可以說是導致德國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說經濟遇冷的一個直接原因。所以跟日本很類似，經濟不好，這民众他就不买啊。德國的政壇內部也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德國之前是3個黨聯合執政，俗稱叫紅綠燈組合，其中這個社民黨和綠黨想要多花錢刺激，自民黨堅決反對，說你得守規矩。所以這個財政問題就導致本來應該在25年9月份舉行的德國大選提前到了2月，換上來了一個新的聯盟，默茨成了德國的新總理。這個德國政治黨派非常多，也非常麻煩，我们就不深入了。總之，新上來的默茨政府就說了，我們不能再這麼限制花錢了，我們要修改憲法，我們要讓政府可以多花錢。所以這個是德國財政轉向的一個節點。那之後錢主要都花在哪兒呢？有這麼2個大方向，一個是基建，哎，沒錯，德國也要開始搞基建了，主要是之前這個債務剎車，不得不把錢都花在刀刃上，一些重要但不緊急的錢他就捨不得花，這就導致德國的鐵路、電網、橋樑都老化嚴重，光纖 5G 也都跟不上。所以默茨政府就宣布要建立一個大概5000億歐元的投資基金，這數還挺大的，在未來10年左右的時間裡頭來改善德國的基建。花錢的另一個大方向呢，就是國防，這個其實是個被動的開銷。之前呢，德國的軍費開支相對於它的經濟體量來說，一直是非常小的，只有不到 GDP 的1.5%。之後一個是受到了俄烏戰爭的衝擊，覺得說，哎，我們在國防上得多花點錢了。當時就決定要把軍事預算提高到 GDP 的2%。德國也超過了印度，成為了全球第4大軍費開支國。但關鍵是什麼？25年特朗普上來就非常強硬了，要求北約各國都提高軍費開支。你們不能光蹭我們美國的軍事保護啊！之前說好的2%你們都做不到，這也太說不過去了。你們要不然就把軍費開支提高到 GDP 的5%，要不然就給我交保護費。當然特朗普這個也不是什麼官方聲明，就算是他的一個特使喊話。後來呢，6月份北約各國領導人原則上就同意了，把國防開支在2035年之前提高到 GDP 的5%。這裡頭核心國防開支是3.5%，還有1.5%用於安全基礎設施。所以德國默茨政府就給自己定了個目標，要在2029年軍費開支達到3.5%，這相對於他現在幾乎就翻倍了。所以德國也很有可能超過俄羅斯，成為全球第3大軍費國。順便說一嘴啊，你知道德國政府花錢最多的地方在哪嗎？哎，就是養老金。德國的養老金體系跟中國大陸是一樣的，都是现收现付制，而它老齡化非常嚴重啊，導致聯邦政府每年要花預算的40%去補給養老金，這個也是它每年最大的單筆開銷。那在接下來的2026年，德國受到財政刺激的推動，預計 GDP 增速會進一步回升到0.9%，歐元區整體則會維持在1.1%，持續它無聊但是穩如老狗的發展。
通貨膨脹方面呢，歐洲也是在所有主要經濟體裡邊最穩的，維持在了2%左右。你看，現在全球貿易戰、經濟動盪的大背景下，原來很多的避險貨幣，比如說日元、美元，好家伙，一個比一個危險，這才導致了歐洲資產和歐元成了市場上普遍追捧的一個避險資產。25年下半年，歐元和歐洲股市也是一路上漲。好，主要的經濟體咱們看完了，现在咱來看一看全球經濟的榜單，也順便了解一下其他國家。每一項呢，我也會象徵性的頒一個獎項，毫無含金量啊，純屬娛樂。首先我要頒發的是全球經濟增速最快獎。你看啊，這個是我統計的2025年全球 GDP 增速排行榜，大一點的國家裡頭，增速最快的是愛爾蘭 ，IMF 估算9.1%， OECD 估算達到了10.2%。這是為什麼呢？顯然不是它經濟發展真的有這麼快，對吧？這個我們之前講蘋果避稅的那期專門聊過。愛爾蘭作為一個避稅天堂，全球各大科技公司、製藥公司都把歐洲的科研總部放在愛爾蘭，導致這些大公司的一些資本操作、業務操作就可以非常明顯的反映到了愛爾蘭的 GDP 上。所以你看，愛爾蘭其實一直以來吧 ，GDP 的波動就跟過山車似的。25年呢，具体來说，主要是因為各大的跨國藥企趁關稅還沒確定下來，趁美國還沒對藥品徵收懲罰性關稅，提前出口了大量的藥品，存貨導致的。所以愛爾蘭的經濟增長肯定沒有10%那麼誇張。一般呢，單就愛爾蘭這個國家來說，大家會看一個叫 GNI（Gross National Income） 國民總收入，這個25年據估算是3.3%，哎，看着就正常很多了。總之，愛爾蘭它也不能獲獎。那麼最終獲得2025年全球經濟增速最快獎的是印度。印度2025年 GDP 增速據估算是6.6%，已經連續幾年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引擎。印度其實一直以來在貿易上都沒有太開放，所以受到貿易戰的衝擊就並不大。它現在整體經濟呢，底層上有一些非常強的潮汐力。首先，人口紅利明顯，而且經濟的基數相对比較低嘛，有很大的發展空间。最近呢，它又成為全球中國+1戰略最大的受益國之一。再加上這2年俄烏戰爭和貿易戰，印度總體來說呢是比較左右逢源的，也成功的買到了很多廉價的能源。雖然最近美國又給它加了25%的懲罰性關稅，但總的來說呢，它是現在全球經濟比較動盪的環境當中受益非常大的一個國家。印度政府最近也進入了這個基建助推的模式，靠基礎設施、公共管理的大規模投資來推動印度的增長，拉動它的內需，帶動它消費也比較旺盛。總之這幾年呢，經濟發展勢頭一起來，這數字它都差不了。你看，咱已經連續好幾年把印度列為全球增速最快的。好，下一個獎，全球經濟增速最慢經濟體，這個獎競爭還是比較激烈的。你看，這個是具體的數據，這裡邊最低的海地，它本來基本上就是拉美最窮的國家之一，這2年又遇到幫派的暴力，基本上處在一個無政府狀態。然後緬甸呢，從21年政變以來就持續的處在內戰的狀態，還受到國際制裁，這些呢都屬於那種崩潰型的國家，我們就不納入候選名單了。那真正獲得25年全球增速最慢經濟體的是誰呢？哎，就是剛剛我們說到的德國。在能源轉型、貿易戰的大背景下，負重前行，忍受着全球貿易夥伴需求疲軟帶來的陣痛，以近乎精緻的優雅姿態低空滑行，度過了2025年。其實德國的鄰居奧地利也是這個獎的有力競爭者，他也受到了德國經濟的拖累，也才跟德國一起並肩低空滑行。好，下面一個是通貨膨脹最高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的民眾確實生活在比較崩潰的經濟環境中，所以我們就不頒獎，我們直接看這個通脹。現在全球有4大金剛：委內瑞拉、津巴布韋、伊朗和阿根廷，再加上一個小金剛就是土耳其。這些呢都不是一句2句能說清楚的了，因為各種原因陷入到了惡性通脹，那你想爬出來就很困難。我們说過伊朗和土耳其，剩下的我们之後都會逐個擊破。這可是你自己說的。至於接下來的2026年呢，咱們剛才看了這麼多國家，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2026年會是全球政府的一個花錢年。你看，美國、中國、日本、德國，大家普遍都在加速財政刺激，都在貿易保護，都在大力的鼓勵 AI 投資。財政刺激長期來看會給各國帶來債務和通脹的問題，但就目前各國的情況來看，除了日本之外都還好，所以市場目前還是普遍比較看好26年整體的一個經濟增速的，但同時風險點也很多。雖說呢，大家都挺過了2025年這個特朗普政策出台最活躍的一年，但2026年呢，這個風險就從政策轉變到了經濟上。隨着關稅落實，會不會給美國帶來通脹，給其他國家帶來衝擊 ？AI 的資本爆發式敘事能否繼續？中國的消費是不是能有起色？日本的通貨膨脹會不會進一步加熱？當然，還有全球貿易最大的主題，也是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中美之間的博弈會何去何從？說實在的，每年年底我集中站在這種全球化跨年的大尺度視角來看宏觀經濟的時候，有一種站在上帝視角吃瓜的心態。尤其是有了特朗普，就真的跟追劇似的，一年出一季，一年出一季，你就會非常期待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2026年底再見。再次感謝木木對本期視頻的支持，感興趣新年福利的朋友，請參考置頂評論。